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发。这周的 AI 新闻呢有点特别，不是那种哪家公司又出新模型的热闹感，而是你看完呢会开始怀疑一件事 ：AI 好像正在从工具慢慢变成了一个会自己运作的系统呢。Google 在做一个会自己理解世界怎么去动的 AI， 搜寻呢不再只是给你答案，而是把你留在对话里。照片呢开始变成即时聊天的一部分 ，AI 不只是帮你回答，而是开始跟你一起去做事。那同时，另外一边，影片开始变即时反应，模型开始比谁比较会思考。大公司连晶片呢现在都要自己去做了，而 OpenAI 也很明显的在往一个新的商业阶段去转弯。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不会带你去看功能炫技，而是一起去看一件事 AI 正在从你用它变成它参与到你的世界里。看完这集呢，你可能会开始发现很多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正在被重新定义了。Google DeepMind 的这个 Project Jenny 呢，不是在做一个新的游戏，也不是让你去玩 AI 生成世界，它真正呢想解决的就是一个 AI 发展卡了很久的问题 ：AI 能不能理解世界是怎么去动的，而不是只会画画面。以前呢，我们看到的世界生成 AI 大多都是在做一件事情，你给一段文字或者是一张图，它帮你生成一段影片或者是画面，那个画面看起来很真，但本质上呢是算好一整段再播给你看的。那 Project Jenny 呢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先把整个世界给算好，而是边跑边算边回应你在做什么，你想做什么。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不是在看一段影片，而是像是在玩一个超阳春的游戏世界。你按前进，角色呢真的是会往前；你转弯，视角呢真的是会改。你撞到了东西，系统会知道，你撞到东西了。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差别，各位一定不要误会了。以前的 AI 呢只是看起来像世界，现在的 Jenny 开始在模拟世界怎么去运作。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会觉得很重要呢？因为理解世界怎么运作其实是智慧的核心。人类呢会走路，会开车，然后会判断危险。不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画面，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东西会掉下来，速度会影响距离，撞到呢人是会疼的。那 Project Jenny 呢在做的事情就是让 AI 从看很多影片变成自己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试错，而且重点是它不需要人工去帮它写规则。Google DeepMind 的做法是让 AI 从大量的影片资料里自己去学，如果我这样去动，世界会怎么回应我。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它代表了未来 AI 不一定需要人类把物理规则、游戏规则、世界规则全部给写好，而是可以自己在模拟世界里面自己去学会。那这个东西现在能干嘛呢？老实说现在还不能干嘛。现在的 Project Jenny 呢世界非常简单，画面也不精致，你不能拿来做游戏，不能拿来卖产品，也不能直接去变现。但 Google 为什么要现在就公开呢？因为它在压一件很长线的事情。如果 AI 能在虚拟世界里面学会因果关系，那未来呢它进到真实世界风险呢才会比较低。你可以把真理想成 AI 的沙盒，不是让它直接上路，而是呢先在虚拟世界里面乱撞啊、乱犯错呀，学会教训。这条路呢其实跟自驾车、机器人甚至是复杂任务代理人都直接相关，因为你不可能让一个只会看画面不懂后果的 AI 直接帮你去开车，帮你搬东西，帮你做决策吧。那我自己呢是这样去看 Project Jenny 的，我不会把它当成短期的一个产品，但是呢我会把它当成 Google 在补一个很久以前就该补的洞。如果这条线成功，未来我们看到的 AI 会比较不像现在这种很会讲话的系统，而比较像一个真的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的智慧体。当然如果这条线失败，那 AI 呢很可能会永远卡在看起来很聪明，但其实呢不懂后果这一段。所以呢这不是一个炫技项目了，而是一个在赌未来10年的基础设施。
接下来的这个更新呢，是直接动到你每天都在用的东西，就是搜寻。Google 现在做的事情是这样的，当你在搜寻结果页面看到 AI 帮你整理的摘要，你不是只能看完就走，而是可以直接点进去，进到一个 AI Mode 的对话画面里面，然后呢，你可以继续去追问、补问、延伸去问问题。这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个功能，但是实际上这是在改一个用了20几年的习惯。以前的搜寻逻辑是你问一次 Google 给你一堆连接，然后呢，你自己慢慢去逛去找。那搜寻的责任呢，其实是在你自己的身上。现在的 AI Mode 的逻辑就变成了，你问 AI 先帮你整理一个可能的答案框架，你在这个框架里面继续去问。差别就在于你没有离开搜寻页面，你没有再点10个网站，也没有再跳来跳去，你是一直留在了 Google 给你的那个对话空间里面。这一步呢，其实是 Google 很明显的反击，因为他很清楚一件事，越来越多人呢已经习惯了去问 AI， 而不是自己查资料。那如果 Google 不把搜寻变成对话的话呢，它就会慢慢失去第一入口的位置了。但这里我想提醒一件事，也是我觉得各位呢一定要知道的地方， AI Mode 呢不是把所有的资料摊开给你，而是先帮你做过一次选择了，它会决定哪些资讯呢要放进摘要里面，哪些细节呢先不提，哪些观点被视为主流解释。这对效率其实是很好，但它同时也在帮你定调了。以前你点不同的网站呢，会看到不同立场、不同写法，有时候呢反而会因为混乱而多去想一下。那现在 AI Mode 帮你整理好一条说法，你很容易呢就会顺着那条路一直问下去，一直问下去。我不是说这一定不好，但我会说搜寻呢正在从搜寻工具变成了一个引导工具。那 Google 为什么现在敢这么做呢？因为它有2个优势，第一，它手上呢有全世界最大的内容索引，第二呢就是它知道你在找什么，怎么去找，找多久，这就让它呢就很有信心的会认为，我先帮你整理，应该8九不离10吧。但是呢，从我们使用者角度来看，你其实要开始意识到一件事，你看到的不再是原始的世界，而是被 AI 摘要过滤的世界。那我自己呢，现在用这种搜寻的方式是这样去分的。如果是生活上的琐事，快速查资料， AI Mode 非常好用，省时间。但是如果是要判断观点、做决策、看趋势的时候，我会刻意去跳出去，再看几个不同的来源。因为呢，一旦你完全依赖 AI Mode， 你其实呢是在把怎么去理解事情的这件事完全交给系统先去帮你想了。当然这也不是对错，而是一个你要不要接受的转变吧。接下来这一个更新呢，看起来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其实也非常关键。Google Photos 呢，最近加了一个新的功能，简单讲呢，就是你可以直接用自己的照片生成梗图、表情图、改图版本，不是那种很正式的修图，而是偏向好笑、反应用、社群用的那种。那很多人第一眼呢看到会觉得，这不就是玩玩而已吗？当我自己看到这个更新的时候，反而呢停下来会想了一下，因为它其实呢在做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以前去用照片大概分成2种，一种呢是保存用的，纪念、回忆、备份，那另一种呢是展示用的，发社群、修漂亮，然后做相簿。但是这个新功能呢在做的事情呢是把照片变成即时沟通的一个工具，不是拿来回忆，而是拿来回话。你不用再去找
找贴图、找 GIF， 你直接用自己、用朋友、用生活里的照片生成一个呢可以立刻丢出去回应别人的图。那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它其实呢改了一个行为，照片呢从回顾过去变成及时参与到现在。那这个方向呢其实跟前面讲的搜寻 AI Mode 很一致。Google 正在做的不是让你产出一个完美的结果，而是让你不要离开它的系统。以前你可能会拍照存起来，下载到别的 App， 然后做图再回来传。那现在 Google Photos 的方向就是拍完直接在这里变成可用的素材，立刻呢就可以丢出去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平台连着策略了，它选择的是情绪与社交，而不是工作效率。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功能真正锁定的不是专业的创作者，而是那群每天都在用照片说话的人。群组聊天、限动、私讯还有留言，这些地方呢不需要完美，只需要快、对、好笑。而 AI 在这里的角色呢也是很有趣的，它不是在替你想内容，而是在帮你转换形式。你已经有了照片，有情绪，有反应了， AI 只是帮你把它变成适合传出去的样子。这跟生成一张完全新的图还很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是你自己的素材，所以也比较不会有这是不是假的那种心理距离。我会把 Google Photos 的这一招看成是 Google 对 AI 社交的一个试探，不是做一个新的社交平台，而是把 AI 放进到你本来就已经在用的地方。这也呼应了前面讲到的那条主线了。Google 现在不急着做一个最厉害的 AI， 而是很认真的去想 AI 要怎么自然的嵌进到我们每天已经在做的事情里面。那前面我们讲了浏览器搜寻照片，你会发现有一个共通点， AI 正在慢慢消失在独立聊天框里，而是跑进你本来就在用的工具上。那 Claude 推出的 Interactive Tools 呢，我觉得正好也是这条路线的代表。先讲清楚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它不是多一个会聊天的 Claude， 而是让 Claude 可以在工具里面直接参与你正在做的事情。以前你用 AI 呢，大概是这样的流程，你卡住了，跳出来开一个 AI， 把问题呢贴进去，拿到答案，再回到原本的工具上，中间来回切换其实很破坏你的专注力。那这里的 Claude Interactive Tools 呢，想解决的就是这个来回切换的成本。你在写文件、整理资料、分析内容的时候， Claude 呢不再是你额外打开的一个视窗，而是直接在旁边帮你补、帮你整理、帮你提醒。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大家一定要听懂，它不是呢在帮你想答案，而是在帮你完成这个过程。例如你在整理一份长文件， Claude 不只是帮你摘要，而是可以跟着你现在看到的段落，及时的帮你抓到重点，补背景，提醒哪一段的前后呢是有矛盾的，或者呢是在你规划事情的时候，它不是丢给你一个完整的计划，而是随着你一步一步的写下去，帮你检查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这种用法呢听起来好像是很小，但它其实非常贴近人类工作的方式了。我们真正需要的呢，往往也不是一个很厉害的答案，而是一个在旁边提醒、补位、帮你拉回来的角色。我自己呢会把这种 AI 形容成工作搭档，而不是呢顾问。顾问呢是你有问题呢才去找他，但是搭档呢是你做事的时候他一直都会在。那这件事为什么我觉得会很重要？因为一旦 AI 进到工具里，你就不会再去思考我要不要去用 AI， 它会变成像自动存档一样的存在。
你不再是刻意去使用了，而是很自然的去依赖。这其实呢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很多 AI 产品都在往工具整合而不是聊天升级上走。因为聊天再聪明，只要你一样离开工作画面去用它，它就永远只是一个辅助。那我的看法就是，未来可能最成功的 AI 呢，很可能不是最会讲话的那个，而是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用 AI 的那一个。当 AI 开始默默的帮你补洞，减少错误，节省脑力的时候呢，它才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生活里了。那这个 Claude Interactive Tools 呢，就是 Anthropic 呢在往这个方向试探的一步。好，那既然呢我们已经讲到了 AI 开始躲进工具里陪你一起做事，那接下来的这一段 AI 做的事情呢会更加直觉一点，它开始即时的回应你正在做的事，而且它是在用画面来去回应。这周的讨论度很高的就是 Descartes 推出的 Lucy 2，很多人看到新闻标题会以为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影片生成的模型，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它的展示，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Lucy 2呢几乎不是在做生成影片，而是在做即时的画面反应。我先用一个很白话的方式讲它在干嘛。以前的影片生成流程就是你输入一个提示，然后等一段时间就会拿到一支影片，整个过程是先算好再播给你看。那 Lucy 2不一样的呢，它的核心卖点是你一边输入一边改，画面几乎是可以同步在动，你改一句描述，换一个角色的设定，调整场景，画面不是等全部算完才出现的，而是像即时渲染一样立刻回馈给你。那这件事我觉得重要呢，是因为它代表生成影片开始从产出结果转向了即时互动。所以呢，我会这样去认为 Lucy 2真正想抢的不是电影市场，而是3种这样的场景。首先，直播与即时的互动。如果你在直播，甚至是 VTuber 虚拟主播，或是呢一些互动的节目里面，观众呢丢一句话，那画面呢就可以立刻的给反应，那个体验跟预先生成影片真的是完全不同。那第二呢，就是创作时的反应速度。创作者最痛苦的往往不是不会想，而是等结果等太久。即时回馈呢，会直接改变你怎么去创作。那第三呢，就是游戏与虚拟世界。只要画面可以即时生成，它就不只是影片，而是世界的一部分了。那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 Lucy 2的画面不一定追求最精致，但是呢，它非常强调速度还有可控。那另一边 InVideo 也有动作，它在干嘛呢？ InVideo 走的呢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它不是在追即时，而是在追快速完成。你可以把 InVideo 想成，我今天要交一支影片，但是呢我又不想碰剪辑软体，那 InVideo 就非常适合了。它主打的就是脚本丢进去，素材自动配，节奏帮你排好。重点呢不是即时的互动，而是你能不能很快做完一支可用的影片。所以呢我会这样去分， Lucy 2呢在抢的是即时反应权， InVideo 在抢的是完成速度。这两条路其实不冲突，而是在对应不同的人群。如果你是直播互动型的创作者，或是在做即时内容，即时生成会改变玩法。那如果你是行销、社群、一般内容产出，快速完成呢才是王道。那我的观点就是，生成影片的喂奶不会呢只有一种形态，它会分成即时互动型跟快速产出型。而 Lucy 2的出现意义不在于它现在画面多好，而在于呢它把即时性这件事情正式的拉进生成影片的战场了。
那既然讲到了影片开始抢即时反应权，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想把画面拉回到脑袋本身，也就是模型。最近讨论度呢也很高。阿里巴巴推出的 Queenside Max Thinking， 很多人一看到中文模型，第一反应可能会是不是又来说榜说测试数字？但是这一次其实真的有点不一样。我先讲一个最直观的结果，在一个叫 Humanities Last Exam 的综合测试里面， Queenside Max Thinking 的表现呢被拿来跟 Google、OpenAI 的最新模型来一起比，而且呢不是只在单一项目上面亮眼，是在推理、综合理解、长题目这种比较吃脑力的地方呢，成绩真的是站得住脚。那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呢，它不是只靠资料量堆出来的模型，而是开始在怎么想问题这件事上去下功夫了。这里呢，我先帮大家翻成白话。所谓的 thinking 版本，意思不是他比较会聊天，而是他在回答之前呢，会花比较多的步骤去整理、拆解问题，而不是看到题目就急着给你答案了。你可以把它想成以前的模型比较像是反射很快的学生，那现在这种模型呢，就比较像是会先想一下再写答案的学生。这件事我觉得重要，因为很多实际的问题呢，根本不是一句话就能理解的，像是规划事情啊、判断利弊啊、分析长资料这些等等。如果模型只会很快给你一个看起来合理的答案呢，反而更容易会误导人。那为什么这次 Queen 会被拿出来认真的讨论？我觉得有两个背景呢，一定要给大家讲讲的。第一个呢，是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呢，已经过了只想追上别人的阶段。现在呢，他们应该也很清楚了，如果只是复制一个聊天模型，永远呢只能跟在后面跑。所以你会看到 Queen 这条线呢，开始强调推理、思考流程，而不是单纯的生成。第二呢，这类模型其实很符合企业的需求。企业最怕的不是模型不会讲话，而是模型乱讲话，讲得很笃定呢，但是其实是错的。愿意慢一点，多想一步，反而会比较安全。那一般人要不要去在意这个 Queenside Max Thinking 呢？老实说，如果你只是聊天查资料，你可能感觉不出差别。但如果你把这件事放在更大的脉络里看，它其实呢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模型竞争呢也从谁比较会说话，转向了谁比较会想事情，谁比较会思考。那这个转向呢，对整个产业影响很大的，因为一旦大家开始比思考品质的时候，那算力啊、架构、训练方式啊都会跟着去改。我自己会这样去看，它不一定马上改变你的日常使用，但是呢，很明确的讯号就是 AI 世界呢不再只有一条路了，也不再只有那几个玩家。模型现在开始比谁比较会想事情。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想把镜头往下拉一层，讲一个更底层，但是呢影响更久的东西——晶片。微软呢最近正式公开了 Maia 200，这是一颗他们自己设计，专门拿来跑 AI 推论的晶片。很多人看到这里呢，第一个反应可能会是：哈，微软不是买 NVIDIA 的就可以了吗？干嘛要自己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答案呢其实直接点破了现在整个 AI 产业的核心焦虑。我先用白话讲清楚推论晶片是干嘛的。我们平常讲 AI 常常会想到训练模型，那确实很花钱，但真正每天在烧钱的其实是模型跑起来之后，每一次回应使用者的那一刻。你每打一个问题，每跑一次分析，每生成一段内容，背后都是在跑推论。这件事发生的非常频繁，而且规模只会越来越大。以前大家都靠 NVIDIA， 因为它又快又稳，但是问题来了，所有人都靠同一家，风险就会出现。第一个风险是成本，当需求暴增的时候呢，供给有限，价格自然就不会便宜了。第二个风险是节奏，你的模型想怎么去设计，想怎样去优化，最后呢都要配合别人的硬体路线。所以呢，微软呢就推了 Maia 200。我不会把它解读成我要跟 NVIDIA 对打这样的意思，而是解读成一句话：
那微软呢，我至少要有一张自己的底牌。Mail200的设计目标呢，其实是很明确的，它不是追求最极限的效能，而是追求稳定可控，适合大量服务。这种晶片呢，不一定跑单一服务最快，但是在长时间大规模服务上面呢，它会比较好去调度，比较好去控成本。你如果把这件事呢跟前面讲的思考型模型放到一起看，就会更清楚了。模型开始变得更会想，代表每一次回答呢可能要跑更多的步骤，那步骤一多，成本就会上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完全依赖外部晶片，那你呢就会很难的长期撑住便宜又稳定这件事。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趋势也正在形成了。Google 有自己的 TPU， Amazon 呢有自己的晶片，现在呢微软呢也正式下场了。看起来就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因为当 AI 开始变成基础设施的时候，晶片呢就不只是零件了，而是一种策略的资产。那这对一般使用者有什么影响呢？短期呢可能感觉不到，但是中长期就会反映在这3件事情上。第一个呢，服务会不会常常卡，常常限流？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会不会突然涨？那第三呢，新功能能不能稳定的推出，而不是只存在 demo 上？那我自己呢是这样去看这个 Mail200的，我不会把它当成一颗很炫的晶片，而是把它看成微软对未来5年的一个保险。只要 AI 还在成长，只要使用量还在爆，这种我至少能自己撑一部分的能力就会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一段晶片新闻其实不是给工程师看的，而是在告诉我们 AI 的战场呢已经从模型扩散到整条的供应链上了。那最后我想回到 OpenAI 最近同时做了3件事。第一件，推出一个叫 Prism 的新东西。第二，正式宣布退役一批旧模型。第三，外界开始明显感觉到他在重新思考怎样去收钱。很多人把这3件事情呢分开看，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分开看，会完全看不懂 OpenAI 想干嘛。他们呢其实是在同一条线上的。我先讲讲 Prism 是什么。用白话的方式来说呢， Prism 并不是一个新的聊天模型，它比较像是一个整理你需求、拆解你意图的中间层。以前你跟 AI 讲一句话，它就直接用一个模型去回你，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使用的情境越来越多，有写程式，有分析，有图片，有长流程的。如果每一次呢都直接丢给模型，效率其实不高，成本呢也不漂亮。那 Prism 在做的事情就是先判断你现在到底要干嘛，再决定用什么能力来帮你处理。这代表了什么呢？代表 OpenAI 不再只把自己当成模型公司，而是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系统的调度者。那为什么这时候要退役旧模型呢？因为旧模型有2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他们不是为现在的使用形态来设计的。以前是单一问答，现在是长对话、长任务、多工具。第二呢，他们在成本的结构上是很不划算的，跑得慢是资源，又不能很好的配合新的架构。所以呢，这一波退役呢，其实不是淘汰不够强的模型，而是在清掉不适合新玩法的负担。那你再把这件事跟 OpenAI 开始谈收费、谈广告放到一起看，就会突然很清楚 OpenAI 已经走过了只要技术够强，世界就会买单的阶段了。现在它面对的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每天有多少人会用，每个人呢会用多久，每一次你愿意花多少钱。如果它要撑住这个规模，就一定要开始精算。 Prism 呢让它可以用比较聪明的方式来处理需求，模型退役让
它可以降低不必要的成本。那收费和广告的讨论呢，就是让整个系统呢可以长期的活下去。我的看法呢就是这样的 ，OpenAI 正在从一间研究驱动的公司转成了一间必须对商业结果负责的公司了。这个转弯呢，一定会让很多人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太习惯把它想成理想型 AI 实验室了。但只要你看清一件事，就不会意外，它已经变成基础设施了。而基础设施呢，从来也不可能只靠理想去撑。所以，与其说 OpenAI 变了，不如说它终于走到了不能再装没看到现实的那一刻。接下来呢，你会看到不只是更聪明的 AI， 而是更会算账、更会分流、更会控成本的 AI。看到这里，其实呢，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是 AI 呢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在理解情境、参与流程，甚至呢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搜寻呢变成对话，工具变成了搭档，影片变成了即时反应，模型呢开始学怎么去思考，连公司呢都开始重做底层结构呢来撑这一切。以前我们用 AI 像是在问一个很厉害的人，现在的方向比较像是你生活里面多了一个会一直在你旁边帮你判断的存在。短期内呢，它可能只是让事情快一点、方便一点，但是长期来看，它其实在慢慢改变一件更深的东西：我们怎么理解资讯，怎么去做决定，怎么信任结果。所以呢，我自己看这一波不太会把它当功能的更新，而是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AI 不再只是工具的时代，而是开始变成环境的一部分。那 OK， 这一集呢先到这里，我是小发，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拜拜。They're actually like tough. One, two, three. He's out. He's totally out.